想要让大家认识一下，等一下要出来你坐后面一下这个位置，这一群队，你坐这个好了。苏玛丽合唱团，苏玛丽合唱团是许医师帮我们命名的一个团体啊。去年每年我们都会来唱歌，今年呢我们一样还是来了。去年我们来的时候是戴着口罩唱歌的，那今年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了，真是很感谢。我们今年呢声势比较浩大一点，因为今年有新店团跟新北团两团一起来演出，我觉得我们真是大团结。我现在在台下也看到许医师，看到尹院长，还有看到主任，那看到我们的诊所的心理师，这算不算是大团结？比有没有比？那我们今天呢，两团的第一首歌要唱的呢是新北团要为大家唱的《爱的真谛》。那第二首歌是苏玛丽疗愈之歌，因为我们叫苏玛丽。那我们今天总共有5首歌曲要演出。那现在呢，就让我介绍我们的团体出来。我们的指挥老师郑有锡是出名的很帅的帅老师啊。我们的伴奏呢是蔡心玲老师。那现在出场的呢是苏玛丽合唱团新北团的同学们，好，那老师，我们需要的是掌声，掌声也让我们疏解压力，谢谢大家。
值得与不值得，什么是值得？负责与不负责，什么是负责？容许你可以不负责，因为你值得，你值得。生命唯一的责任是喜悦，生命唯一需要是游戏。人生能成游戏，生活才有趣。太阳对地球没有责任，因为没有责任，所以不离不弃。没有责任，所以好好负责任，好好负责任。恋爱不涉及责任，所以甜蜜。婚姻背负着责任，所以逃离。可以不负责任，才有负责的能力。想负责与不想负责，不停抗拒。想负责的你，指责不想负责的你，两个你都是你，两个你要相依，两个你不再互相伤害，两个你从此相亲相爱，相亲相爱。
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潺潺的清香也数不清。抛下了烦忧听山泉，闭上一记温馨。闭上一记温馨，悠悠哉哉转天生，年年心中情意。问着你呀，问着，这世间什么是终了缘？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潺潺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涌山泉，流出一记清醒。抛下了烦忧听山泉，闭上一记温馨。啦啦啦啦啦啦。你在我的梦中醒过来，我在你的梦中醒过来。我们在潜意识遇见彼此，我们在肉身中全部忘记。你在我的记忆中醒过来，你在我的记忆中醒过来，我在你的记忆中醒过来，我在你的记忆中。我们在世界里常常欢喜，我们在此生中擦身而过。我们都是世间的旅者，我们都是宇宙的过客。你无法留住我，我无法抓住你，我们只有相约在刹那的片刻，转身的一瞬，认出彼此一起。我们曾经深深地相爱过。啊
好，非常谢谢合唱团，好，这么美丽的歌声，他觉得好不好听？要不要加入合唱团？好，我们合唱团在招生，好，不管是就是台北分会跟西北分会这边的合唱团，苏玛丽合唱团都很需要各位的参与跟加入哈。大家刚刚看不出来，我们合唱团里面其实有很多是癌友。好，然后他们其实，在合唱团里面哈，找到一个更快乐自在、可以展现自己天赋的方式，好，所以因此他们也得到很好的疗愈哈。但是这里不是说各位不是癌友才能加入哈，好，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赛斯家族哈，如果你可以就近参加的，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苏玛丽合唱团。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的同学哈，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哈。我们现场到的同学是我们自疫情以来哈，然后人数参与最多的一次。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对基金会以及对许医师的支持，非常感谢。都快哭出来了，都快哭出来了。我快哭了。因为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这么多人，好，那真的说实在，因为现在线上课程非常的蓬勃，然后所以真的大家愿意走出来，再到现场参与讲座或是课程的同学，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需要给自己打气，才有办法从家里走出来，所以在这一点真的要非常。感谢各位哈，真的是可能有一些同学其实是不辞远地而来哈，那这个部分真的要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在中正纪念堂的公益讲座能一直都是这么的爆满。好，那各位好，我是台北分会。现在语无伦次哈，对，好，各位好，我是詹敏玲哈。那我还是介绍我第一个主要的身份哈，我是一个家庭医学科医师。那我目前在赛斯身心灵诊所看诊哈。那进入赛斯是因为我有个理想哈，那个就是我想成为像许医师一样的医师。那在目前赛斯身心灵诊所。也只有我可以跟许医师一样，用许医师的治疗功法来治疗个案哈。那我先打一下我的广告哈，我的看诊时间是每个星期二早上啊，然后我是1对1的医师咨询是在星期二的下午哈，请大家多多利用这样哈。那我另外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目前是赛斯基金会的教育长兼台北分会主任哈。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叫义务职哈，义务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我当年从许医师跟基金会这边得到的帮助，我想把我得到的帮助继续传下去，就是继续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因为赛斯心法受益好，所以就是就是我并不是脑袋不好或是脑袋坏了哈，就是就是放着医师的高收入不做哈，就是不收，然后来基金会担任这样子其实没什么收入的工作那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台北分会其实有很多的公益服务项目那包括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的就是我们的免费的新园丁陪谈服务那各位可能平时有很多的心情很难对别人说，对不对？说了又怕别人传出去，对吗？或是说了以后很容易被打枪然后那这一些心情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产生赛斯心法的压抑。扭曲、压抑累积，对不对？扭曲变形，最后可能会影响各位的身心健康，这样是不是威胁大家？
就是有这个可能。好，所以如果各位的负面心情很多，没有地方可以说，欢迎大家跟台北分会预约我们的免费新园丁的服务。好，那我们也有很多公益的讲座，像今天还有公益的读书会，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好。那我们其实很希望借由这些公益服务，来让更多的不管是赛斯家族或是非赛斯家族都能够受益。但是这个部分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怎么支持我们呢？各位，捐款是最直接的。捐款是最直接。但是呢，我们不想要增加大家的负担，所以大家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不要增加自己的负担的情况下。我们欢迎大家给我们小额捐款，然后这一点各位可能一个月捐100块给我们，100我们都不嫌少，500也不算多，然后这个部分都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往下走，那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可以得到就是我们更多的赛斯家庭的支持，那好像今天这样的讲座，其实我们是。不用事先报名，也不会收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付出中正纪念堂的场地费，所以这个场地费的部分，我们也很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支持我们持续的把这个公益讲座继续办下去。好，那我的废话就不多说了那今天呢，来到现场的那个我们赛斯家族或是同学，那我今天呢，各位可以用。就是69折，把我们所有的出版品带回去。然后呢，只要你买书就可以加价购，用199把我们的 CD 带回去。我相信现在很多同学已经有买有声书，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同学喜欢听 CD。那所以用这么便宜的价格让大家把 CD 带回去，是为了让更多的同学是可以利用这个资源。那今天呢，大家不仅这是徐师这个月的新书自我不喜欢别人有自我。各位今天呢可以用69折把这本书带回去，然后而且现场可以得到徐师的签名那如果现在还没有出门的同学可以赶快出门，没有问题，我们现场还有位置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中正纪念堂跟我们一起同乐那。今天呢，许医师的讲座的题目就是由神奇之道呢，来运用神奇之道化解原生家庭的累世纠葛其实这是一个就是重新看待我们人生困境的一个方式有时候我们跟原生家庭有很多的纠葛，可是呢，我们在纠葛当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认为都是问题。然后但是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要让我们用爱来化解我们跟原生家庭之间的累世纠葛。那至于如何用爱来化解我们的累世纠葛，然后重新拿回我们的创造力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听许医师为我们细说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许医师。对，那个我们有我们的赛斯家族，对，有徐师，请他上来好，来那个雅琴，那我们赛斯家族呢，在这中正纪念堂办了一场画展，我们请他来为各位介绍他这个画展及画展的主题。好。好，这次好像比较小声。OK， 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早安。是，所以刚才这个美玲提到那好像是昨天世界卫生组织
宣布这个 COVID-19 好已经正式结束全球的大流行了。来，大家鼓掌一下。昨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做了这个宣布。所以这3、4年来所有全世界的人类因为这样的一个大流行而产生的生活的不方便个人、家人生命财产的受到威胁这样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危机过去了考验才正式要开始。好，那所以现在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赛斯家族他本身过去是念服装设计，那后来就在没有通知老师跟父母的情况之下，自己就转到了艺术创作。刚刚那个是笑话啦好，在没有通知别人的情况之下自己就转到了艺术创作。那后来就一个小女生独自到了法国去进修她自己的关于艺术关于绘画方面的一个技巧跟学习。好，那她目前人是在台湾，而且是站在许医师的旁边。好，那她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一个艺术创作者所以最近他要办了一个个展这个6月1号到6月14号就在中正纪念堂的展览厅，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中正纪念堂的展览厅。那他的开幕茶会没有茶开幕茶会是在6月3号的上午10点。好，然后我们现在请这个创作者本身来介绍一下他自己，还有他自己的创作理念，那还有他想带给各位的视觉飨宴是什么？大家好，我叫徐雅琴。真的很感动，也很荣幸今天站在中正纪念堂宣传我的画展。那后面这边有一幅赛斯文化他们帮我做的这个邀请卡，然后这边有一个图片，他们的名字叫对等人物，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有男灵跟女灵，还有很多人格的一些片段体。对，讲话就讲话没有关系，不要紧张，然后话好像会抖抖的。我们深呼吸一下，慢慢来，好不好？好。那他们赛斯文化帮我取名字叫做菲巴米尔伍梅特，那他们希望我能够去展现我自己，然后去走入这个社会，然后把我的才华、我的天赋、我的艺术创作去做一个发挥、展现跟表达。那他这批作品是我在2017年到2023年的作品。那这一批作品大概是从2017年那个时候，我有经历一个人生的黑暗期。那说真的是蛮痛苦。蛮低潮，蛮黑暗的。要不要讲一下有多黑暗？还有可以稍微，因为要飞嘛，要展翅高飞可以稍微抬头挺胸一下。来，怎么样的黑暗？到底有多黑暗？有比我们黑暗吗？这样子。都是一些恐怖的刀枪，什么鬼什么。就是都是一些烧杀掳掠，就是反正很恐怖片就对了啦。就是在你的脑海不断的经历这些恐怖的这些场景就对了。对，血腥、暴力、恐怖，灵魂的黑暗期这样子。对。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不断努力的在创作。那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段期间，所以其实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是应该要去吃药的。好，但是我们的雅琴把这样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黑暗，反而转成创作的能量。来，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好，说实话，我真的会建议各位带家人来看。好，因为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位创作者。好，当他经历了一般我们讲灵魂的黑暗期，那更白话来讲，可能有些人也许会称之为是幻觉啦，称之为也许是幻听啦或妄想啦，我说一般社会世俗的角度。好，可是对雅琴而言，当他在经历这些部分的时候，他并没有给自己贴标签，他也没有用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不正常，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好，反而他在一个自我认可的情况之下，把他所有内在感受到的生命的痛苦、生命的这些愤怒或恐惧，转成创作的动力。好，所以我在想，这会不会因为他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反而是让他不要真的掉入了所谓的疯狂、所谓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状况。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好，来，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那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有一个突破，因为以前在法国的时候，其实我很羡慕别人为什么都能够画一些很光明啊、很正向啊、很美丽的那种艺术创作，那种高大上的，什么环保啊，什么社会啊，什么。可是你长得也不高啊，来，高大上。就是那种很正向、很光明的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因为爸爸过世，然后所以有发生家里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情。那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创作要充满这么多黑暗、负面、不幸、悲伤？我真的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我要去表达这个？那别人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表达那些什么很正面的东西。想哭就哭吧，对，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开心、这么正面，可是我要面临爸爸的过世，我要面临生活这么多的不开心，对，来，想哭就哭吧。然后后来，我后来，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跟接受，我要去表达我家庭的这个悲伤的事情，化为创作，我觉得蛮丢脸的，说真的。那个地方又是法国，你知道，然后所以。其实我很有才华的，我在学校，我在法国的创作，我都是拿最高的分数。你要我毕业，我肯定没毕业的。我从小到大在美术类的，绝对都是拿优等的。那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去表达这个黑暗，所以我就辍学了。那后来我回到台湾，就是我处理不掉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纠葛，所以我就生了一场病。那生了那场病以后，那我就在那个生病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一件事：那个黑暗，它其实是幻象。它虽然是幻象，可是它很真实。那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同时知道它是幻象，那我也体验到那个痛苦。就是他痛苦是真实的，可是他幻象也是真实的。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天赋，因为我只会画画，我会唱歌，所以我就是一定要用画画把这个我内在的生命，不管是黑暗也好，痛苦也好，把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
就在我能做的那个情况下，我的环境，我的现实，我所能拥有的条件情况下，我就创作。那我没有想到这一批作品，看过的人很多人很赞赏，他们觉得特别有生命力。所以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件事。你不要觉得说你经历一个黑暗，经历一个负面的念头，或是痛苦、悲伤，那你觉得这东西啊，什么都是负面的念头，我不敢表达，我不敢唱歌，不敢唱出来，不敢去展现，不敢画出来。但事实上不是，你去表达它，你去画出来，你去展现它以后，它到最后会自动转化。其实黑暗是幻象。这是我自己的体悟。说实话哈，我跟各位站在这边听哈，因为你知道徐师的演讲从来不会事先蕊过的啦。我也是今天到这里才知道他要上台哈。不过我个人这样听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因为雅琴刚讲第一个经历爸爸的过世、家庭的变故，还有原生家庭的这个分崩离析。好，那当时他正在法国念书，所以经历了很多的黑暗、痛苦，比如说脑袋里面有很多这种负面的东西。好，那后来他回到台湾开始接触到赛斯心法，接触到许医师。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2个地方，第一个是他回来认识。肯定他自己，拒绝他的这个状况，或生了一场疾病，社会标签或精神医学会怎么给他贴标签？会怎么给他贴标签？因为社会贴的标签可能就会说你身心有问题啦，你幻觉啦，你躁郁症啦，你思觉失调啦，这可能这都是社会给我们贴的标签。可是我们真的是吗？我们真的是吗？各位，我们存在的现象，其实比这些标签更深刻、更宽广多了。好，这是我觉得雅琴第一个很棒的地方。第二个，她是一个很纯真、纯善的一个女孩，她一直想要追求一种非常纯真、纯善的境界。可是，当纯真、纯善的一个天使来到人间，她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挫败。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觉得自己表现好或不好，或丢脸，或家庭的变故，所以这样的一个追求纯真纯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如何用回来拥抱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好，甚至许师常讲，修行不是把自己变得完美，修行是能够拥抱自己的不完美。所以很多人误解了修行的含义，我应该去掉黑暗，去掉很多的人性的负面，去掉佛法所说的贪嗔痴慢疑，但是其实不是。当你能真的拥抱你的黑暗，当你能真的拥抱你的不完美，你才是最完美而且最真实的。好，所以我在雅琴身上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勇气。后来他越来越好，是因为他决定。他拥抱他的黑暗，他要接纳他的不完美。没话讲了是吧？好，对我接下来该说什么？该说邀请大家来参加你的。对，邀请大家来参加我的画展。那我度过这个黑暗期以后，我真的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能够看穿很多。事物的表象，我觉得我对那些恐怖片现在就不怕了。OK。然后，2023以后我就转新的创作了，新的主题了。那这一批作品是你们去参观的话，是可以看到蛮齐全的这一个2017到2023这一个系列的作品精选。那之后我就会转其他的主题了。是。对，
就这样。OK， 我们谢谢雅琴的分享。好，先幕后爆料一下哈，其实雅琴好也一直在处理她跟原生家庭的纠葛。好，包含前一段时间她搬离了跟妈妈一起住的地方，好，自己搬出来。那自己搬出来，好，其实是开始真的好好的自我面对。好，因为有时候你要认识一个地方或认识一个人，是离开这个地方，你才能真的认识这个地方。有时候你要离开一个人，你才能真的认识这个人。有时候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先离开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回头来真的好好的看到自己。好，来，现在我们邀请我们基金会的这个营运长罗娜，那罗娜也要跟大家分享，来，大家给她鼓掌一下。好，各位。好，罗娜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基金会在今年7月会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大家知道基金会跟许医师长年以来一直在推广这个癌友的不管是身心灵的疗愈、学习跟成长那我们今年基金会要特别来办一个活动叫做癌友回娘家。好，那许医师邀请罗娜上来，当然不能只是分享这个主题还要分享这个什么样运用神奇之道，怎么样来化解原生家庭的累世纠葛那我先讲一个这个小小的笑话因为今天罗娜带着她的这个媳妇儿跟孙女来，孙女跟媳妇儿要不要跟大家挥挥手就好了，好不好？来，那个孙女会害羞吗？来，举个手好了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家庭动力学很好玩的地方。好，因为刚才许医师坐下来嘛，然后罗娜跟我隔一个位置，然后她坐的位置旁边是她的孙女，在旁边是媳妇儿。好，那可是因为今天这个场合，许医师要跟罗娜说话，我就跟罗娜说，来坐到许医师旁边这个位置，然后就看看她的孙女，她就不知道要离孙女近还是离我近因为作为一个阿嬷的身份，她应该要让孙女觉得她靠孙女是最近的可是为什么许医师来了，她就要离许医师比较近？好，各位你看，我们就看到分离焦虑了。所以到底是阿嬷的这个老师重要，还是孙女重要？好，你看我们小时候心灵就是这样创伤的，有没有？你看阿嬷的这个老师来了，阿嬷就坐过去了。好，阿嬷本来是以孙女为优先嘛，那这么爱孙女，对，所以不晓得会不会造成未来的创伤。好了，这是笑话了妈妈在摇头，妈妈说其实没关系，她就很早就希望阿嬷跟孙女保持距离的概念。好，所以其实在讲很多原生家庭常常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爱恨纠葛。好，哎呀，不晓得罗娜自己后来怎么在赛斯心法的学习里面，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东西？来，好。许医师，高董，还有各位亲爱的赛事，我们还是要给高董鼓掌一下今天谢谢高董大儿子，全家都到了，大女婿，不，大儿子、大媳妇儿，小儿子、小媳妇儿，都来了，全家都来了。是，非常感谢各位赛事家族，在疫情之后。疫情期间对基金会很多的协助。我也是在许医师跟赛斯心法的协助下，然后转变了我的这一生刚刚许医师说的对这个在亲情跟工作之间我曾经是很两难的。可是呢，许医师刚刚又讲到。可能你要离开一个地方，你才会认识那个地方；你要离开一个人，你才会认识一个人。那对我来讲，2004年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一场癌友创作展在许医师的领军之下，我们陪伴了100多个癌友，在这个演讲厅。有10场演讲，
那我们在展览厅、知青厅有1个月的展出。那当时中正纪念堂的这个处长就跟我开玩笑说：“哎，你们这个是在干嘛呀？”然后突然间想出一个名词，我说我们来进行一场不流血的心灵革命。他就笑得很开心，他说这样就很符合我们中正纪念堂的这个要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赛斯心法在许医师跟王姐的带领之下，那这30几年来，尤其是在这个20几年前，许医师就很大胆的开创了一个东西，叫身心灵健康观念。那这个观念呢，最早当然是以癌友的疗愈为主。那没有想到，在那个历程当中，短短的、很短的时间，大概几年，就很多癌友理解到癌症不是绝症，疾病只是暂时的现象。好，从这样的一个信念开始，那整个癌友疗愈，整个身心灵的一个健康被慢慢的开发出来了。那我就是其中一个。那19年后，再站到这个演讲厅，其实整个演讲厅因为许医师的演讲做了几次的修整，因为我们早期只有1楼，几乎是坐不下。我记得最热烈的时候是讲台上都坐满了人。19年后，我们再一次的要举办一个癌友，因为2楼有人，我跟他们挥手对，我们要举办一个叫做“癌友回娘家”那这呼应到19年前我们的癌友创作展，我刚好都是主办人之一，所以我非常荣幸在今天来跟各位讲“癌友回娘家”。第一个回的是我第一个回到基金会，然后成为基金会屏东分会的主任，然后再成为现任的营运长。那我以营运长的身份，要在这里公开的感谢所有曾经为基金会努力过的前营运长，我们的马兴怡马营运长，还有我们的陈家珍前营运长。谢谢他们这些年来把赛斯心法组织化、制度化。那也谢谢这些年来针对赛斯的推广，提供了很多的协助的许医师培训出来的心理辅导师。那更感谢诊所的心理师，诊所的心理师还有医师系统，也在这20几年来对整个社会国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癌友回娘家其实是要再次的唤醒更多人对身心灵健康的理解，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实践者，而这一群生活实践者，今天各位也看到我们的苏玛丽合唱团，我们的春秀团长带领的这个苏玛丽合唱团，那他们用歌声、用创作，把本来是一个扭曲压抑的能量，然后变成一个创作就像我们雅琴一样。所以我相信我们都走过生命的黑暗期，我们都走过心灵的暗夜。当我们走在心灵的暗夜的时候，有许医师的有声书、许医师的冥想，还有许医师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出来的这些观念陪伴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赛斯村，我们子涵主任跟我还有跟团队的工作伙伴，我们一起就设计了7月14号到7月16号的癌友回娘家，有3天2夜那这3天2夜的活动很精彩首先是我们癌友会再回来，那我们有一个茶叙
啊，那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分享。接下来许师会到现场，带领我们2天1夜的工作坊。最重要的是，我们回到赛斯村这么美丽的心灵家乡。在第3天，我们许师会到花莲的原住民会馆有一场盛大的演讲。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回娘家的伙伴，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现在才知道。继续。因为不知道许师一路推广就一直往前去。那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时候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很无辜常常是被我们这个设计安排好的但是我也非常感谢许师。因为我是许师担任中华新时代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我是第1任的秘书长。中正纪念堂这样的讲座，我们其实从2000年就开始办了。我想很多老朋友现在在现场也都知道我来听你的演讲。是我们高董，是我们高董从年轻时候听到现在80几岁了，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对，我们也高董。他这一辈子大半的青春就葬送在跟许师的学习身心灵的过程中。对，我们都是受益者我们都是许师推广赛斯心法，还有这些年我们都是受益者。所以这个邀请还有回娘家第1阶段就是有这样的活动。那在这个活动之下，我也想邀请所有在20几年来身心灵都得到疗愈的伙伴们，写出你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分享，在 Facebook 也好，在你的粉丝专页也好，把它写出来，让我们知道，因为你躲在暗处，我们不晓得。所以接下来下一阶段，我就会邀请更多的这些身心灵疗愈的人，他写出切身的经验。切身的经验，不只是会帮助到很多人，也会让很多人知道，原来我可以这么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也邀请我们的这个Rita主任，他成为我们的身心灵疗愈基金的招募人。是。那其实我邀请他担任招募人，可是他说他要自己先捐10万块，所以我们先给Rita捐。好吧。谢谢大家。那今天因为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听许师怎么来化解我们原生家庭的这些恩怨纠葛，所以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许师。是。好，我个人也是非常感谢容纳营运长在这2、3年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目前来一肩挑起基金会的这个推广的这个重责大任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还有刚才来那个 Rita， 你跟大家挥个手好了，不用上来，来站起来跟大家挥个手。来。还要特别介绍我们的 Rita 同学介绍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其实本身她就是癌友，她曾经在多年前罹患了癌症，所以说她本人其实第一个她可以说是在罹患癌症之后，因为赛斯心法身心灵观念的一个受益者。那其实大家知道。赛斯心法的受益其实不是疾病的疗愈而已。如果你说只是疾病的疗愈，那么对不起，你太小看了这些身心灵的概念。它是整个人生的翻转，它是找回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跟理由。最重要的是，它让你开始过着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人生。好，所以 Rita 第一个让许师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过去2、3年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整个基金会的现金流营运出了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基金会不是一个累积财产的单位，它到年底好像要有80%都要用完的。它不是一个累积财产的单位，它所有的钱都要花出去的。
他任何的财产也不是个人的，好，所以每次到年底他就要归零的概念，好，所以基金会无法累积财富，所以他一直要靠持续不断的营运，他才能继续走下去。好，所以因为这2、3年的 COVID， 我们的财务出了问题。后来 Rita 她担任我们新竹分会的，应该是嘉义分会的无给职主任，给他鼓掌一下。来，各位，无给职主任的概念是什么？所有主任的工作你都要做，但是你没有薪水。来，各位，全世界只有我们赛斯家族有这种笨蛋愿意来做这种事。我常跟各位讲，你们说你们很热爱工作，好，你们生活当中充满了热情，你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就只问一句话：明天老板不发薪水给你，还继续上班的，我就说你很热爱。来，各位听懂了没有？明天开始，老板不发薪水给你，你还坚持每天要去上班，而且以后是不补发的，没有补发的，你还会去上班，你就会说服我，你真的很爱你的工作。好，但是我偷偷怀疑的是，你家里可能真的很不温暖，是你家里待不住，所以你才是要去工作。OK， 好，所以 Rita 同学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不但当了这个嘉义无给职主任，还兼了新竹的义务主任。好，所以各位，你看一个人会得癌症不是没有理由，好，真的就是自找麻烦。好，所以我一直跟同仁说，不要让自己过于劳累。好，一定要好好的先把自己身体养好。好，一定要好好的，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那我也是今天早上罗娜才告诉我，他不但当嘉义的职主任，兼任新竹的无给职主任，自己为了癌友回娘家的活动还捐10万，来给他鼓掌。好，各位简单讲，我们这群人真的就是傻瓜啦。就是傻瓜，好，为了一个心中的热情跟理想，而真的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其实我最喜欢看到的是大家脸上的笑容，脸上的笑容。好，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OK， 那本来要请那个丽娜，那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很不够用了，好，所以我就开始来切入今天的主题。好，运用神奇之道。化解原生家庭的累世纠葛。那徐师今天要演讲的内容，其背后的参考资料，第一个还是全部的赛斯书，全部的赛斯书。好，那因为刚好昨天在新店在上培训课程，好，所以借用一下这个昨天新用的这个新店的这个研习手册里面所引用的赛斯书。引用的赛斯书，那当然今天的第二个引用的教材就是今天的新书。好，那今天的新书其实勾起了我个人心中的悲伤。好，因为那天我看到新书的时候，才发现它的封面，是过去许医师养的一只宠物，它叫做阿肥，肥那个肥啦，它其实是一只变色龙。好，因为有时候我的一些门诊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民众，可能觉得许医师很缺宠物的样子，偶尔就会带一些宠物来给我养。好，阿肥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只变色龙。后来时间我到欧洲去，好，回来的时候来不及开那个保暖灯，就阿肥就往生西方极乐，变成阿肥菩萨了。好，所以这个封面就是徐医师养的那只变色龙阿肥的遗照。所以当我看到这只阿肥的时候，勾起了心中的一个小小的伤痛。OK， 好，所以好引用这本书的内容。那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趣，我记得是许医师也是在一个演讲当中，不知道哪一个工作人员突然叮了一下，原来自我不喜欢别人有自我。那我依稀记得这个好像是来自我观察我父母亲的互动。好，各位，因为你知道，我从小在一个家庭和乐、长幼有序的家庭中长大。来，刚才讲的是反话。
我从小在一个父母亲3天一小吵、5天一小吵的环境中长大，对。所以，当我观察我父母亲的互动，我真的觉得这是人世间至高的修行。对，因为我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同时其实很渴望得到对方的认可跟称赞。其实你很希望你的伴侣认可你跟称赞你，可是你又很习惯的去否定对方。啊，你唔对啦，你讲这无道理啦。你看你的囡仔在家，你看你讲这是讲什么道理？好，你就是常常在孩子面前指责对方说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所以后来我就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你们是这么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可是为什么你却一直用否定对方的方法？后来徐师就掂了一下。你一直否定别人，可是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有没有发现？啊，你不对啦，你说这话没有道理啊，你这样不应该啦。哎，我们习惯这样子哦，好，习惯否定别人，来觉得自己是对的，好，那就会掉入很僵化的对错跟善恶。比如说在家庭纠纷里面，最常遇到的是什么啊？你这样就不对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所有的吵架都是来自在争那个对跟错，都是想要否定别人，可是你又很想被对方认可跟称赞，所以矛盾就来了。我发现我父母亲一辈子在玩这个游戏，所以后来脑袋就掂了一下，哦，原来自我不喜欢别人有自我，好，就后来就变成这本书的书名了。好，那我还是回来切我们今天的主题。什么叫运用神奇之道化解原生家庭的累世纠葛？来，我们先讲什么叫家庭。来，各位，你们记得，好，当你们在听徐医师的演讲跟学习赛斯心法的时候，徐医师一定是用最正宗的赛斯心法跟各位分享。来，不要看他看我，好不好？那就是高同学想去上洗手间的一个画面而已，不要专注在他想上洗手这个画面，因为他水喝很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洗手间，好不好？来看我 ，OK。什么叫家庭？家庭是什么意思？来，我先这样讲，家庭是一个全世界最复杂的现象，因为虽然我们一样都是人，可是我敢跟各位保证，在座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来，是不是？家庭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有趣。你仔细去看每一个人的家庭，你一定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真的就完全不同，包含甚至连我在看我们的家庭，我跟我大姐差11岁，在我大姐小的时候的我的那个家庭，到11年后我出生出来，我们的家庭又已经完全不同的一个家庭了。好，如果你要我回忆我爸爸，我甚至可以区分好多阶段，什么时候是我小时候年轻的他，好，一手烟一手槟榔，开口就是干啊，发语词这样子，对，好，到慢慢后来，好长大一心向佛的他，越来越有那个修行人的样子，有没有？大家如果看到我爸后来这个晚年的样子，对我根本就认不出来是同一个人。所以，纵使是同一个家，对每个孩子来讲，对不起，这是不同的家。对每个孩子，这是不同的家。对，比如对我而言，各位，好，我是老幺，又不是现在才可爱，是从小就可爱。好，这一定要澄清一下。好，我不是今天才可爱，我是从小就可爱。这个家就是，好，兄弟姐妹，好，也宠着你，让着你，好。然后我爸以前常跟我妈开玩笑，啊，你就喂他吃饭就好啦，你那么疼你的小儿子啊，我爸就在讽刺我妈啦，你只要舔一粒的宝宝或教的后啊，你这么疼他，你干脆嚼一嚼给他吃啊，对不对？以前爸常这样讲啊，其实我爸比我妈更疼我啊，
我到40几岁，好，有一次早上起来，那时候我们回乡下南部，我跟大家讲过吗？我一起床怎么发现我的内衣内裤我爸都忘了洗好了。我说爸，你这样不好意思吧？我都40、50岁了，你还帮我洗内衣内裤？啊，爸就说他洗完澡顺便洗一洗啊。所以我爸在嫉妒我妈对我好，因为他想对我更好。各位，这是我的家庭啊。可是对我二姐来讲就不是啦。好，我妈就要教训她，好，头毛要撸头卡，对不对？把个点会条啊，哈，要把她压落地，对，好，我妈就一辈子期待我二姐是她眼中的好乖巧孝顺的女儿。可是我二姐就像一匹野马一样，所以对我二姐来讲，这个家就是她一辈子想逃离的，一辈子觉得得不到温暖的，一辈子得不到认可的。所以当有一个男人对她伸出温暖的手，她就掉入了婚姻的陷阱。从此无边的地狱就开始了。我在讲什么？他已经坐立不安了。好了，坐立不安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同一个家，对有些人而言，他是觉得没问题。各位，就像婚姻，你知道，婚姻我学生很多个案，就婚姻就结婚嘛，啊，结婚就儿子跟媳妇就住在公公婆婆家嘛，啊，对儿子就如鱼得水嘛，因为那是他娘嘛。那对媳妇呢？各位，跟深入敌营有什么不一样？各位懂我意思吗？对媳妇来讲，但儿子很习惯的啊，这就是我家啊，这就是我家啊，这就是我爸妈，这就是我从小的环境啊，我要怎样都可以啊。啊，对媳妇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所以有一次我一个个案跟她老公吵架，她老公就是他们散步完之后要回家了，那她一听到回家就炸弹就爆了，你知道吗？家，我嫁给你，我什么时候有过家？那是你家，那是你跟你爸妈的家，那是你跟你姐姐的家，那怎么会是我的家呢？我嫁给你20年，为你烧饭洗衣生小孩，那个家从来都不是我的家，怎么会是我的家呢？各位，后来吵完之后，癌症就好了。癌症就好了，好，各位，他的癌症叫这个GIST 肠胃道肌质瘤，到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将近快20年过去了。好，当时诊断的时候是癌末，肝脏转移4颗，癌末，他癌末到现在末了20几年。各位，就从那场大吵开始，整个爆了家，我没有家，那是你跟你爸妈的家，那是你跟你姐妹的家，我怎么会有家？各位，你看那个委屈，那个能量爆炸了。后来炸完之后，真的疾病就一路慢慢朝疗愈的方向，很生动哈，不好意思，我喝个水。其实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对不对？来猜得到谁？刚刚谁说的？送一本新书，这本等一下你的。啊，罗娜有猜中，但是你自己人就不用送了。送你一本新书，你猜中了。你看我讲什么，他们都知道我在讲谁。不可以随便画虎跟兰花哈，讲话要有凭有据的。来，我们讲转世。来，仔细听了哦，我先把这段赛事原文念给大家听。来，各位身心灵打开好不好？打开。有些家庭在某个特定的一世、某个特定的转世里相聚，并不是因为在过去的存在当中，这些人跟你有很大的吸引力或是爱。来，仔细听。爱家庭的形成不一定因为喜欢、吸引力跟爱，不一定，常常都是为了相反的理由。那么家庭常常都是因为在很多过去式当中彼此不喜欢的人所组成。
我听到就觉得太棒了。你看，小时候大家兄弟姐妹感情都不错，长大都为了财产开始吵架。你看有没有？好啦，这个是笑话啦。小时候大家都天真无邪，有没有？长大之后，有时候真的就开始那个不舒服就出来了，甚至有些兄弟姐妹不讲话了。来，是不是？是不是？来，各位不要怪自己，因为你们前世本来就仇人，真的不是这一次的错，好不好？真的不是这一次的错，我只能说这一世化解失败，但是不是错。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心安多了？好，所以跟兄弟姐妹感情很不好的，你们没有错，只是什么？化解失败，但是我们还有下一世，好，总是可以化解成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各位，总是可以化解成功的。简单来讲，你想转世几世就几世，甚至在座有些人，搞不好你都转世几百世了。那等一下我会讲，你转那么多世干什么？你神经病，你无聊，你欠揍是吧？你该结束轮回了，你该到下一个阶段了，你就应该要去啊！你为什么还留在地球呢？等一下我就要骂人了，我就要告诉各位为什么，好不好？所以我跟你讲，许医师的演讲你们什么地方都听不到啦，因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听到过。就是你们很多人很欠揍啦，你其实早就应该要结束轮回的，可是你没有。为什么你没有？各位，我知道等一下大家就要流眼泪了。你为什么还留在地球？你没事留在地球受苦干什么？不是为了爱，等一下我要讲是为了欠揍。好，接下来我要解释。好，来，我们先把这边讲完。所以家庭是由彼此过去式互不喜欢的人所组成，以密切的关系相聚。就各位，就是兄弟姐妹或父子或夫妻。所以我刚才在路上跟丽娜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妈妈会是这样的人？各位，有时候你会问，为什么我爸爸会是这样的人？酗酒、打太太、赌博、不负责，或为什么我妈妈会是这样的人？重男轻女，对，或脾气坏，或从小就否定你。为什么我哥哥会这样的人？为什么我的弟弟会这样的人？吸毒、喝酒，一辈子让父母担心。对，第一个你会问，为什么我的伴侣会是这样的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是我妈妈？各位有没有2句话？一个是我妈妈怎么会是这样的人？第二个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是我妈妈？有没有？一个是这个有过累生累世转世经验的人，怎么这一世会因为因缘聚集来当我妈妈？是指这个人的是父母未生你之前你是谁啦？第二个是我妈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你是我妈妈，好，那你是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或者你是我爸爸，或你是我哥哥。各位，学生那天一个个案才崩溃，他说他的那个大哥，其实没有对原生家庭尽什么责任，可是让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个家是他在撑的。他说哥哥怎么那么无耻？怎么有这么无耻的哥哥？没尽什么责任，没出什么钱，可是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好像兄弟姐妹都是他在照顾。你没有出钱也就算了，你还拿父母的钱，你还拿了父母的钱，你还假装都是你给这个家的。来，各位知道意思哈？好，那个妹妹就，我哥哥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各位，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两个？一个是这样的人怎么会来变成我哥哥？一个是你明明应该是我哥哥，你怎么会变这样的人呢？来，我在讲转世哦，我在讲转世。好，所以什么叫家庭？就是他就把你跟这个人在这一世变成
伴侣，变成亲子，变成兄弟姐妹。各位，你看转世为什么要转世？把一个人变你的父母，变你的伴侣，变你的兄弟姐妹，来神不神奇？所以转世就是一场自我折磨，就是自我折磨。他甚至有可能把你最讨厌的人变你的什么家人。所以各位也不要再怪自己了，为什么有时候你的家人你越看越讨厌？来给各位找个脱罪的理由，不是你，是前世的你，是前世的你，好不好 ？OK。好，那重点是这4、5个人，像我们家是6个人，为什么要组成这个家？来，各位仔细听哦，任何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潜意识的目的，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来，我讲我父母。我父母是特质很不一样的人，很不一样的人。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也都不一样。可是，什么叫家庭？家庭就是后来他们有了共同的小孩。就比如说，我妈妈看我爸不顺眼，跟我说：“你怎么不去骂你爸爸？”我说：“妈，你是我妈，手心是肉。他是我爸，手臂也是肉。你不喜欢你老公，我是你儿子。那请问你老公是不是我爸爸？你折磨你老公，你看不起你老公，难道我们身为小孩子的会光荣吗？各位听懂我意思哈？来，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婆媳关系。当然你们不是这样，我是举你们当比喻，好不好？请你们忍耐一下。假设婆婆讨厌媳妇，折磨媳妇，可是婆婆又很爱孙女啊。叔叔是比喻哦，不是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回家又胡思乱想，跟爸爸说爸爸阿嬷讨厌妈妈哦，没有哦，我是比喻好不好？假设婆婆讨厌媳妇，刁难媳妇，折磨媳妇，可是婆婆很喜欢孙子跟孙女。孙子也很喜欢阿公跟阿嬷，可是孙子看到妈妈每次跟阿公阿嬷讲完话就在流泪。你折磨你媳妇的你折磨你的媳妇，希望你媳妇的小孩爱你，你说你有没有病？来，各位现在知道什么叫家庭了没有？你看你媳妇袂顺眼，但是你希望你的孙会介意这个阿公阿嬷，你是头壳歹去哦。各位，那孙子跟各位，那你到底最后你是要喜欢阿嬷还是讨厌阿嬷？阿嬷对你很好，可是阿嬷折磨我妈，有没有？听懂了没有？阿嬷真的对我很好，也很疼我。好，就像我做过一个个案，从小跟阿嬷睡觉，阿嬷真的也很疼他，可是阿嬷折磨他妈妈。阿嬷让他妈妈很不高兴，也许还忧郁什么之类的。你说这个孩子长大，他会爱这个阿嬷，还是恨这个阿嬷？爱这个阿嬷是因为阿嬷真的对我很好，跟我从小陪我睡觉。恨这个阿嬷是我看我妈妈一辈子的不快乐，都是因为这个婆婆来的。来，各位，这就是家庭，鼓掌一下。什么叫家庭？就是不好意思讲得出来，就是他妈的把大家变成命运共同体啦。当我们变成命运共同体了，我就不能一天跟你作对了，我就不能一天到晚恨你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孩子，共同的孙子。各位，就像很多夫妻为什么离不了婚？你只考虑个人的快意恩仇吗？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当然，我不是说离婚是不对的，好吧？那些离婚的就不要自己自责了哈。OK， 各位，什么叫家庭？就是最后大家同一艘船上，这艘船有这艘船的目的地，这艘船的方向，这样啊，吵啊，把船凿沉了，大家跳海，不就这样吗？来，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之前开玩笑，不是那时候疫情来的时候，不是什么同岛一命有没有？
就这个意思啊！我承认你去喝海水啊！所以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折磨人的东西。所以每次我在那边讲建老师，哇，我妈就说不要这样啦，他也是你哥哥啦，干他要是不是我哥哥，各位你看就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不看生面看佛面，所以爱着我妈妈，我也不想让妈妈太伤心，懂我意思吗？好，这一切的复仇都要等妈妈走掉再说。什么？我刚说什么？我要做了什么？我真心话吗？好啦，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好，所以各位，因为你不想让父母伤心难过，所以兄弟姐妹不要搞得太难看。有没有发现？因为当兄弟姐妹搞得太难看，你都觉得你是对的，可是你有没有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就像我每次跟我妈说：“妈，你要我在你那边可是你跟我爸爸对我来讲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啊。可是我就没有去体谅我妈妈，我跟他大儿子也是手心是肉，手背是肉啊。你看我们多自私，对不对？”我在骂我自己噻，我怎么骂来骂去，边骂我自己的，这样不对，我要开始为我自己说话。好了，各位，你看有没有？所以家庭在干嘛？爱恨纠葛，因为最后，互相打架，对。所以你跟谁打弟弟是吧？你跟哥哥打弟弟是吧？这个家就很热闹哈。他最后让你在同一艘船里面，命运共同体，因为你们的情感是交流的。你跟弟弟不和，妈妈也难过。是啊，就像我家也是一样。好，以前我妈妈在跟我姐姐吵架的时候，那个下大雨，姐姐就伤心难过的飞奔出去，弟弟就从后面拿一支雨伞，追出去，就帮姐姐遮风挡雨，有没有？对，你记得吧？各位，好，因为当我小时候，我从小学第一天上学是他带我上学的，就当人家为你撑伞的时候。有一天，当这个人需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他撑一把伞。对，家人之间就是互相撑伞，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雨天送伞，晴天收伞。没有啦，这是开玩笑，银行的概念哈。好，所以他刚刚讲什么叫家庭？家庭就是把这4、5个人里面，可能其实过去的事是不喜欢的，是讨厌的，是恩怨的，把你变成同一艘船上的人，同一艘船就可以怎么样？好啦，我大家就合作啦，我做回戏啦，这就是家庭。来，鼓掌。这就是家庭，懂了没有？转世就是在玩一个折磨人的游戏，叫鱿鱼游戏吗？还是饥饿游戏？他就是把这一家人有累世纠葛的这一家人聚在同一艘船上。你们要吵要闹没关系，那船就沉了，船就沉了。好，最后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努力。而关键来了，最后学习了解彼此，终于在这一世，在同一艘船上，有机会好好变成同一队的，有机会变成同一艘船上的一家人，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了解彼此。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在一个不同的转世、不同的情境的同一艘船上，把问题解决。这就是家庭在转世当中最原始的目的。鼓掌。所以家庭是很有意义的，是很重要的。对，好，所以各位，许是开过玩笑，下辈子想跟谁变成家人，讨厌他就对了。就有机会下一辈子跟他同一队，同一队知道哈，同一艘船的概念啦。好，来，
所以每个家庭都具有潜意识的目的。来，我刚刚讲那些东西，这边都有。好，为了促进这本书的销量，好，我要扭曲的把它说成这本书都有，用很浅显的说法在里面都有，但是要看原文原句，还是要回去看赛斯书。OK， 好。所以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家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各位仔细听，你不是随便投胎的。学士再强调一遍，你出现在这个家庭是有意义的。你当谁的儿子，当谁的媳妇儿，当谁的太太，当谁的孙子孙女，当谁的阿嬷，这都是有很重要的转世的理由。而每个家庭也都有它潜意识的目的。好，比如说在来的路上，我就问我姐姐，你觉得我们这个家有什么潜意识的目的？我们家这个很好，好，一个去当和尚走旧时代，一个是走赛斯走什么新时代。对，然后我那天才跟二姐说，以前下面坐的是妈妈跟大姐，好，现在下面坐的是二姐，有没有世代交替？有没有？好，因为妈妈跟二姐已经快要变成一杯黄土，是吧？啊，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了哈，就是慢慢整个家在世代交替，好，整个家在演变，好，所以我们每个家其实就是社会的缩影，因为社会就是由每一个不同的家庭所组成，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滋养，得到爱，最后在社会上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完成。好，来，学士先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这个部分以前都没有讲过的。来，轮回转世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所有的存有都一定要出世，出世当人，就是所有的神性跟佛性都要经过当人的历练，意思就是神跟佛没有当过人是不能成神成佛的，懂了没有？所以简单来讲，各位你也是为了成神成佛才当人，来鼓掌。这也是转世的目的，这也是转世的目的。所有成神成佛的，他一定要经过人的阶段。所以所有的存有，所有的神性跟佛性，他一定要出世，出谁啦？而且至少要经历3个角色：爸爸妈妈跟小孩。轮回一定要经历这3个角色，而且一定要经历一个完整的童年，从小孩、少年、青少年到成年，好，要经历一个完整的童年，这个神性跟佛性才会体验到当人的滋味跟经验的滋味跟经验。好，来这个仔细听，来转世的这个存有，他要经历这3种角色。好，如果没有经历这3种角色，他无法脱离轮回，他无法离开这个次元。所以基于很多理由，可能有些人，比如说现在有些人未婚没有结婚，有些人没有小孩。来，各位，理由之一是你过去结太多次婚的，你这一世不要婚姻经验，明白吗？好，像许医师这一世没有小孩，因为我前几世可能多子多孙，我这一世不想要再经历有小孩的经验的，各位了解吗？好，所以给那些生不出孩子的鼓掌一下，好不好？因为他不需要孩子。好了，所以所有的结束轮回一定要经历第一个，刚讲爸爸妈妈还有小孩儿童这3个角色。那另外一个必要因素是要经历一次完整的童年。那各位问题就来啦，这样不就结束轮回了吗？来，所以我告诉大家，结束轮回最短是几世？2世。结束轮回最短是2世，
那各位你们2世吗？我看你们都超过20世了。我解释为什么。我解释为什么。来，你看这句话。对人格而言，到最后最必要的充分条件是潜能的充分发挥。来，各位记得这句话。来，学士做个简单的解释：如果你来地球投胎当人，最后你没有让自己潜能发挥、发光发热，你哪里都去不了，懂了吗？你不要以为你要脱离轮回就脱离轮回，对不起，你走不掉，你走不掉，你怎么样修行都走不掉，你怎么样开悟都走不掉，因为你没有寻求什么个人的发光发热、潜能的发挥，这是离开轮回的最必要之条件。刚才讲了，第一个要有爸爸妈妈跟儿童的经验，再来要有一个完整的童年，这是第3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而缺少这个因素，使得现在地球上很多的人格，在我们的这个3次元空间，我们的地球层面一再的出生。你来投胎，你来轮回的次数，早就多过了你应该要来的次数，跟你需要来的次数了。来，给自己鼓掌一下。你来轮回的次数，你来投胎的次数，早就多过于你应该要来的次数，跟你需要轮回的次数，就缺了什么？刚的第3个要件。这个充分发挥能力与社会所谓的机会无关，跟你自己的内在的能力打开有关。各位，好，所以对不起。觉得人生是苦的，想离开地球的，再次心法说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对于想脱离轮回的，你哪儿都去不了，除非你能够潜能打开，真的学会去爱与被爱。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赶快把后面的进度赶完。好，来，我们讲什么叫神奇之道，什么叫化解。第一个。常常在家庭当中的纠葛，是我们一直纠结在谁对谁错。各位，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你觉得别人一定是错的。所以后来学士才讲了一句话：你是对的，我也没有错；我让你赢，我也没有输。各位，有时候我们的社会会透过对立来认识彼此，所以对立是我们3次元空间的游戏之一，但是对立是幻象。善恶也是我们3次元的游戏之一，因为你不知道恶，你不知道什么像善，没有让你看到什么是坏人，你不知道什么是好人。各位懂我意思吗？这是我们的学习。所以善恶本来是不存在的，本来是没有对立的。可是为了让你生出学习跟明辨的区别，你没有看到恶，你怎么向善？你没有看到错，你怎么做对？各位。你写了一题数学题目，你连自己有没有写错都不知道，你怎么写对？这样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就是我们来轮回的功课。可是后来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一直执着在自己的对，然后全世界就你是对。就像我跟我妈说话啊，你是对的啦，你对了，你全家都对了。拢你对啦，拢你对，拢好你对啦，所以这个拢好你对啦，别人拢唔对啦，上好是安尼的，不爱跟你讲啦。啊，懂了没有？家庭吵架就是这样子啊，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子啊。你对了，你对了，都你对了，你对，你全家都对，你祖宗18代都对了。啊，讲得很好是吧？你下次就这样吵架就对了啊，吵架一定要找我来。啊，那个周星驰有一部《吵架王》是吧？各位，那就是根据许医师的蓝图去做编的一部电影。好啦，开玩笑，开玩笑。所以刚讲，有时候我看到我妈，或是啊，都你对了，全世界都你对了，人家都错了。各位，我们很习惯操作这个游戏耶，很习惯操作这个游戏耶，借由不断的合理化自己，然后觉得人家都是错的。各位，就人家都是错的。好，所以你怎么样扩展你的角度，学会
异地而处，将心比心。从你来讲，你是对的。请问，从对方的角度而言，他有没有也在他的对里面？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哈？对，从对方的角度，他也在他的对里面。好，那最后谁对谁错？各位，最后也许没有谁对谁错，而是如何去理解、看到彼此不同的角度，并不是要决定谁对谁错。来，各位，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请问是现在执政党是对的，还是在野党是对的？我等一下不要大家举手，因为等一下你们到外面有打架的。来，谁对谁错？我告诉各位，不管谁对谁错，你都对了。听懂了没有？永远对的是你啦。好，因为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自我中心，明白了吗？各位，转世也是一样，家庭也是一样。好，所以来，我要讲重点的，怎么样才能够对原生家庭的累世纠葛化解真正的慈悲心跟爱？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慈悲心是你愿意，我可以不同意你。心理治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是我可以去同理你跟了解你。好，就像学士在处理个案的自杀，我当然不同意你自杀，可是我非常同理你这么痛苦，我非常同理而且感同身受你痛苦到想自杀，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我非常的愿意去感受你的痛苦，我甚至觉得，如果是我像你这么痛苦，也许我也会自杀。我怎么去很深很深的去了解这个人？这是一个杀人犯。各位，好好的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他一定有他的痛苦，他一定有他的悲哀。我绝对不同意你杀人，可是我一定要去理解你的痛苦。你为什么痛苦到你想杀人？各位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人类的慈悲心。人类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人类一定互相对立、互相攻击，直到最后，整个地球这艘船就沉了。各位，家庭是同一艘船，那请问一个国家是不是同一艘船？对。好，那当然两岸的问题，好是，但是最后一定全世界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绝对不是区域主义所能够去对立或对抗获胜的。各位懂我意思吗？最后一定是跳到慈悲心，一定是跳到爱这个概念。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有没有真的去了解你？甚至我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被我了解？来，再来，还有，在整个转世的概念当中，再次一直讲过，什么东西会好几世不断的纠葛下去？就是刚刚讲，本来早就应该结束的轮回，却因为爱恨，你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下去。好，就像赛斯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他说：“他讲，你早就7000年前在埃及就轮回过了，你早就几千年前就应该结束轮回了。好，可是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那边，好，东搞西搞，还在那边，好，在这个地球继续一直轮回下去。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当你在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开始因为内在的匮乏跟恐惧，想去控制。我爱你，却不给你自由。”好，那么被爱的人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说他很爱你，却不给你自由，你就会开始恨他。可是你又知道他很爱你，你又没有理由恨他。我很恨你，我又不应该恨你。我说啊，你为什么这样对你父母？或者你父母为什么这样对你？对啊，就像有些个案跟我说，他大学志愿卡都是爸爸帮他填的啊，爸爸填的是你要的吗？不是啊。啊，你为什么不生气啊？他是我爸爸，他很爱我啊！啊，是呀，啊，他很爱我，他很没有错啊，他很爱我，他只是要我去嫁给他觉得会带给我幸福的男人啊。他很爱我啊，他只是要我去念将来会找到的工作，赚很多钱的科系跟念的大学，有没有？他很爱我啊，他的食衣住行都帮我安排好啊，他真的对我很好啊。可是当有一天，你给我的都不是我要的呢，那到底我要爱你还恨你？可懂了没有？我其实很恨你，可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恨你，因为你为我牺牲这么多，付出这么多，所以为什么人家最怕嫁给孤儿寡母？孤儿寡母灾哈
啊，是啊，他到底到时候半夜盖被子是你帮他盖，还是他妈帮他盖？各位听懂了吗？他妈为他牺牲了一辈子，他妈为他连命都不要。你做太太的，你可以吗？你这个媳妇，你可以吗？你婆婆可以为她儿子连命都不要，你对你先生做得到吗？你告诉我做得到吗？你看摇头了，所以你看这个女人，你看这个婚姻怎么会幸福？有没有？可是因为他妈为了这个儿子连命都不要，这才是不健康的。听懂了没有？这才是不健康的，因为妈妈没有自我，妈妈没有自我，搞了最后这个儿子也没有自我。各位懂我意思吗？这就会变成累世纠缠的痛苦，就这样来的。累世纠葛，那个为了儿子可以什么都不要的，连命都不要的婆婆，你媳妇怎么跟人家比？你怎么跟人家比？你最后只好退出啊！各位，有没有痛苦？痛苦啊，痛苦。是啊。好，所以为什么《学士》这本书里面，我第1章就写了，你如何在亲密关系当中建立界限。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给对方自由，也让自己能够做自己，这才是解脱的开始。我爱你，但是我让你做自己；我爱你，我也要做我自己，而不是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为了你。各位，那你就死定了。为什么你不可以什么都不要为了我呢？好的戏，听懂了没有？就这样来了，就这样来了。好，累世纠葛有没有？好，所以你这个人又爱你，你又不认为你有理由恨他。这一类情感的纠葛不清，本身就会导致好多次转世的纠葛。来，最后只有怎么样去化解？如果你恨你的父母，你就会在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你的恨。那我一个个案跟我说，他很恨他妈，结果他的主管是女的；他很恨他妈，结果他的老板是女的；他很恨他妈，结果坐了公车，公车的驾驶是女司机。阿公啊，这都行，你没有化解跟你妈妈的恩怨，你一辈子看到的所有的女人都会是你妈啦，听懂了没有？你没有化解你的问题，你到哪里去，你都会遇到你的功课，懂了吗？各位，你很恨你爸，我告诉你，到哪里都会遇到跟你爸长得很像的，跑得来和尚跑不了庙，懂我意思吗？各位，你一定要化解，要化解，好，你才不会不断的投射，不断的投射。因为功课好，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懂了吗？这个业就是功课，就是功课。所以家庭就是用爱化解业的地方。OK， 好，所以来我们就要讲神奇之道了，扩展你的爱，扩展你的立场，扩展你的宽恕，还有建立正向跟健康。那家庭当中要干嘛？你怎么样去扩展你的对真理的了解？对内在直觉力的打开，然后将心比心的一份爱跟慈悲，最后你要过得快乐。好，而甚至家庭不是你牺牲的地方，家庭是你得到爱、得到滋养，最后产生最大的自我价值的地方。好，比如说对我来讲，我的家是滋养我，以便家成为你最好的后盾，家成为你在社会上拼搏的本钱。而不是你在这个家要不断的委屈、牺牲、埋葬到没有自我，你最后当然得癌症了。懂了吗？所以家是得到爱的地方，家是滋养你的地方，家是让你更有能量去展现自己的爱跟才能，最后在这个社会上发光发热，而不是要让你在那边一起委屈、一起牺牲、一起死的地方。所以，如何在家当中去展现你的创造力？好，展现创造力跟劳力、辛苦、奋斗不一样哦。展现创造力是喜悦的，是成长的，是带给你自己，是荣耀父母的，是让父母觉得很开心。让父母觉得很开心，不是借由牺牲去做父母期待你做的事，让父母觉得很开心，是你找到了你自己的，你发挥了生命的能力，你活得很开心，让父母看到你说啊，真好。你看，我的小孩子活出自己的，我的小孩子勇敢做自己的，我的小孩子真的让我觉得很骄傲，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委屈牺牲，那同时恨你的父母亲，同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安内打开光后我们后，后来好，来，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稍微把时间往后拉了一下，一样谢谢我们的合唱团。
好，谢谢我们的罗娜营运长哈。那记得我们7月赛思村好，7月几号？14号。还有我看到我们的美玲教育长开始有自信心了，因为我跟他讲，你再没有自信心，许师就要把你杀了。他开始勇敢做自己的，来给他鼓掌。谢谢许医师给我这样的机会。好，今天非常谢谢许医师这么精彩的讲座，我们再一次给许医师一个热烈的掌声。好，我们要化解原生家庭的纠葛，像许医师说，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自我中心，然后不是在于我们的自我中心在亲密关系里面去论对错。刚刚许医师说的扩展，讲的是我们从我们的自我中心的观点跟价值观里面去扩展你才能理解对方跟你的不同。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不同意，但是可以同理，然后你才不会在关系里面继续纠结在那个对错。如果一直纠结在对错，就这个纠葛就永远都无解。各位还想再来吗？不想，对不对？好，而且这个在关系里面，我们执着在对错这一个部分，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好，因为我们对别人论对错，我们对自己会论对错吗？会啊，对啊，不是全是对，我们一定是也非常的要求自己，对，然后也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理想哈。那这个部分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哈，所以许医师说我们要突破轮回，就是呢，我们要在这一世追求我们的潜能的最大发挥。好，那我们放下对错，然后理解对方，也理解自己，然后才能让我们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然后我们就出脱三界，脱离轮回。这个是佛教用语的哈。好 ，OK， 好，那非常谢谢各位，好，那也欢迎大家7月2号再一次来到中正纪念堂。7月2号是我们的营运长罗娜营运长哈，来跟各位分享身体的自然的疗愈力哈，神奇的疗愈力哈，因为他个人是癌友疗愈的典范哈，所以他想要为各位分享。同时呢，也希望各位7月14号要一起来哈，就是鼓励所有的癌友一起来回娘家。那我们下一次台北分会许医师的这一个身心疗愈团体跟这一个读书会呢，是在5月30啊。5月31号，那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台北分会来参与这个活动。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等一下呢，我们在外面还有那个各位可以用699折来购书，然后许医师会在这里为大家签名。那签名动作要快哈，许医师很快就会溜走了，对哈，所以大家眼明手快哈，一定要赶快去排队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也谢谢线上同学的参与。欢迎回家过年，我先来，谢谢全康对我们的支持。